今天来做冬令进补必备的姜母鸭，保证跟外面吃到的一模一样哦。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所，我是 Chris。讲到炖煮料理，本节目一向首推铸铁锅，因为它有强大的蓄热能力，能够很好的把热压进去。但是缺点就是重啊，没办法啊，这就是它的硬伤。所以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又轻又适合炖煮的锅子呢？还是有的哦，就是它华越银拿好吹香土锅。你们应该经常看到很多专业的日本电子锅都会强调，他们的内锅是仿照传统土锅的特性而设计的，还有远红外线涂层。没错，这就是土锅与金属锅最大差异——远红外线。土锅基本是由陶土做出来的，而陶土吸收了火源的热能后，会将一部分转化为远红外线。远红外线能穿透食材表层，让内锅慢慢受热。虽然不如铸铁锅的热爆力，但是却非常均匀且温和。而且纵观市面上的锅具来看，土锅的远红外线释放率绝对是王者。所以对白饭讲究的日本人特别喜欢用土锅来煮白饭，而银拿好可以说是为煮饭而生的进化版新世代土锅。制作锅具所用的陶土和釉药也都是经过特殊调制的。陶土中含有离场石，离场石是热膨胀系数极低的矿物，能让土锅的导热速度更快、更均匀，也更耐热。就算短时间空烧，也比传统土锅安全非常多。特殊调制的釉药不仅能增加远红外线转换的效率，还能保护胚体避免吸水，不容易卡味道，清洁维护也更方便。综合上述特性，银拿好土锅不需开锅养锅就能直接使用，而且由于特殊的釉药与陶土，银拿好会随着使用岁月逐渐改变颜色，将你的料理一点一滴刻画在锅上，它仿佛活着一样，你可以感受到它细致温和的加热过程，尤其是煮饭时候，会听到很像烧焦的声音。其实没有哦，它在告诉你，嘿，我在工作。老姜、米酒、甘蔗汁，这是姜母鸭汤底的三大灵魂。尤其是甘蔗汁，它不只能提供甜味，更是有化溶点睛的功效。补汤类主要都会放当归、红枣、枸杞，药材各家配方不同，你可以想成卤肉的卤包或是西餐的香草，其他依喜好风格搭配。桂枝的香甜风味我就超推荐，如果你喜欢更浓烈一点，就放肉桂。姜母鸭使用的鸭为白饭鸭，相较太空鸭更适合长时间炖煮，而公鸭个体比母鸭大很多，跟鲨鱼相反哦。所以大多餐厅都会使用公饭鸭，而我这次买的是母鸭，因为用量不多啊，才2个人吃而已。而且公鸭很耐炖，少说1个小时起跳，母鸭30分钟就有很好的效果。这点看时间还有分量去选择吧。我今天只煮2人份。很多人觉得姜母鸭跟麻油鸡的做法很雷同哦，都会用到姜跟麻油。我个人觉得最大分水岭是姜的用法，还有麻油的用量。麻油我们后面再讲。姜皮有明显的木质味，对于长时间的炖煮料理会让风味更有厚度。那相对的，假如今天要做清蒸鱼，想让风味更明亮一点，就把皮去掉，这也是风格上的选择而已。而且通常冬天都会用到很多姜，你可以多买一点，买了一大块不用担心，把要用的折下来就好。那剩下用不到的怎么办呢？拿一张擦手纸用水沾湿，垫在一个容器里面，将底部朝下插上去。好啦，我都是用这种懒人方法，可以放好一阵子。记得干了要补水哦。至于要怎么种在盆栽，你们自己 Google 就好，因为我是出了名的盆栽杀手。之后要用多少折多少起来洗就好。拿淘汰的牙刷把角落细缝的沙子刷干净。姜的保存之前教过很多种了，你要切片切丝冷冻也可以，或者一次制作大量的麻油姜片放冰箱，可以用很久。把姜的外皮有坑洞、不平整的地方，或者是节点的地方修干净，这些都比较容易藏污纳垢，直接削掉就好。像这些小小颗的分支，切片也不好切，直接切下来，接着一部分切成块，放到2杯里面，加入可以刚好腌过的饮用水，插入搅拌棒，直接打成汁。先说这个是简便的懒人姜汁，用滤网过滤压一压就完成了。加水打虽然比较快，但是相对比较容易氧化，放冷藏3天内用完。如果你是计划性的一次买大量的老姜，
那我就建议你不加水，直接榨成汁，之后再放冷冻保存。那我这个版本是提供你比较休闲偷懒的做法。剩下的姜就切成姜片，不用太薄，大概0.2公分就好了。这跟麻油鸡的诉求点不同，我希望吃到更多姜的原味。当然，我还看过更暴力的做法，就是直接拍碎啦。从鸭脖子下刀，剁开，脖子斩成小段，鸭头剁开，翻过来从鸭爪开始，从关节下刀取下来，再把屁股切下来。鸡、鸭、鹅这些禽类的屁股都会有这个尾指线，听名字不知道没关系，画开给你看，是不是闻到味道了？鸡是还好，但是鸭跟鹅的味道特别重啊！每次我看到人家吃烤鸡屁股，连尾指线一起咬下去的，都觉得是狠人。从底部的开口，也就是肚子跟胸的地方下刀剖开，一路前进到头部，一定会抵到脊椎的部分，你只能选择左或右把它剁开，一路沿着背骨剁就可以分成两边了。翅膀沿着腋下划开掰开，用力者露出关节剁开，再继续把翅膀关节划开剁开，分成2节翅与翅小腿，这应该叫翅大腿了吧？由于鸭翅实在太长了，可以继续把翅尾分开。鸭翅虽然口感很韧，但总有一股魔力，像我就超爱吃卤鸭翅。刚刚屁股切掉的地方跟大腿附近会有很多比较厚的皮，我们另外切起来，虽然肉比较少，但是可以煸出很多鸭油。鸭腿跟鸡腿的取法一样，把皮划开，掰开露出关节，剁下来，把大腿跟棒腿分开，一样从转角处把肉划开，就会露出关节了，剁开它。好啦，鸭腿2段完成，以这一只一只的肋骨跟胸骨为交界，分成2半。中间这一条胸椎没什么肉，建议分开。肉比较厚的地方就先把肉切开，露出骨头以后再剁开。剩下中间的胸椎就简单多啦。其实剁鸭肉也可以叫摊主直接帮你剁好，但一定要做好事前沟通，说明你的用途。像我这个就是在丰农批发市场买的，如果不剁的话，1斤还可以省10块，当然要自己赚啊。把当归剪小片一点，我们要放进卤包里面，不包也可以。如果你能接受咬到药材的口感，绕几圈把卤包牢牢打个结。果然得用咬的比较帅啊。靠北卡牙缝啊！药材需要多点时间释放味道，所以我们得提前预煮。要全酒就直接加米酒，不要酒的水也可以。今天用的是华月银拿厚土锅，这是3杯米的容量，煮2人份刚刚好。上炉台开火，加一点点油润开，一点薄薄的就好，只是要当做导热的媒介，待会鸭皮很快就出油了。跟一般炒菜一样哦，维持中火慢慢加热。到表面微微起烟就可以下锅了。鸭皮朝下下锅，尽量先挑鸭皮比较肥厚的部位下锅哦。像这个刚刚可以从尾巴切下来的鸭油就很适合。看吧，才一会功夫就煸出许多鸭油。这时候姜片就可以进来了，让姜片尽可能接触热油煸炒。那看到这边一定很多人会想哦，在这么小的锅子里面煸炒不会很憋屈吗？其实你也可以先到中华炒锅完成再移进来啦。我只是不想再多洗一个锅而已。而且这种形状的土锅本来就很适合炖煮，外面姜母鸭用的砂锅也是长这样子胖胖圆圆的，把皮煸成像这样子的金黄色，油也炸得差不多就好了。这时候其他的肉就可以加进来炒了。这种土锅的热包覆能力是很强的，它连锅壁都可以持续散发热能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没有接触到锅底就炒不到哦。那前面一直没提到的麻油就是这个时候下。麻油在姜母鸭里面算是提香的作用，比起麻油鸡的用量少很多，但是加一点就可以带出整锅的香气。所以我大约放了30cc 左右，再翻炒一下，把麻油的香气炒出来就好了。接下来倒入刚刚熬煮的药酒，不对，药包应该等一下再放，挡路了。接着关火捞油，不是啊，我已经关火了呢。看来土锅的锅身的确持续在释放远红外线哦。好啦，总算可以捞了。刚刚辛苦煸了这么多油，又拿来炒鸭肉，又加了麻油，干嘛还要捞起来嘞？嘿嘿，不然你以为麻油拌面线哪来的啦？可不是直接加生油去拌啊，这都是煸炒姜片跟鸭肉以后所提炼出来的精华啊。所以你煮麻油鸡也是一样哦，不是整锅汤的油都要你喝下去，那些油是要捞起来再利用的。看把它捞完是不是汤少很多？药包可以回来了。灵魂甘蔗汁进来，加了80cc 的灵魂。姜汁进来，大约50cc，这个依个人喜好调整哦。
继续放入喜欢的蔬菜，不用太多哦。这边有放入一把明天见，2朵香菇，一片高丽菜，是不是放不下？没有关系，你先盖上去就对了，让它煮个5分钟。看吧，是不是消下去了？而且汤汁也变多了哦。第一个我们材料填满了，第二是高丽菜会出水，这时盖上内盖刚刚好，再盖上外盖，转小火炖30分钟，用小火慢炖就好了。土锅释放的远红外线会均匀温和的传递到食材内部。用刚刚捞起来的油做个鸭油拌面线，使得它麻油比较少，浇鸭油拌面线比较适合啦。在鸭油里面放点油葱酥跟白胡椒粉就好了。烫面线切记不要让面超出锅外哦，因为面线很细，容易引燃。我以前就看过学徒煮面线煮到换楼，面线不要烫太久，从水滚下锅到起锅控制在1分钟内就好。拿个滤网到水槽，整锅倒下去过滤比较快。记得水龙头打开哦。如果你水槽底下是软管，直接倒滚水可是会变形的。水沥干直接倒进鸭油里面拌一拌就好了。大部分面线都有咸味，尤其是手工面线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再额外加盐了。好啦，姜母鸭会给你的面线，还有麻油拌面线就是这样子做的。总之这些油就是要经过煸炒过才会香。如果觉得太干，捞点汤进来拌一拌就好啦。好啦，食材透得刚刚好啊，高丽菜没有太烂，而且汤色非常浓郁，太完美了。调味只需要加盐就好了，放在汤勺或碗里面，加点热汤搅拌扩散比较快。试喝一下味道。哦，甜，很好，出餐。好啦，在家自制超浓郁的姜母鸭就完成了。每年冬天总是跟朋友跑过不少姜母鸭名店，用我这个方法煮起来就真的是那个味道。而且我这边煮的是2人份哦，各位再依照分量去放大吧。但温馨提醒，不要煮太多哦，这很可怕。尤其是面线加豆腐乳酱，哇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就是这个味道啊。哑巴哑巴，今年冬天真的有危险了。 생존 후보이십니다.